有一些人呢会有一些猫笼的需求。上一集影片呢有分享过猫笼的组装过程，这一集是要跟大家分享，如果你有养2只猫咪，但是你又有猫笼的需求的呢，又想要让它们可以交流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用怎么样的方式让你的猫咪可以互相交流？这个笼子上次我们组装的过程，我们需要这个猫笼2个猫笼。这个的话是平常小雨它就是会在它的猫房里面活动，休息的话它就会回到自己的笼子里面休息。我们的门的话都是属于开放式的，不会把它关起来，主要就是会在它自己的房间里面活动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们需要将我们的猫笼下面跟上面做一个对角，我们的开口是在外面，连通道是上面这个通道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准备的东西呢就是束带。粗的束带或是细的束带，你也可以根据你的笼子的颜色去选择比较适合你们的束带。做连通道呢，会需要的就是网格，先丈量你的笼子的尺寸。连通道呢，我们是打算是坐在它的上面这个门的位置，上面这个门先移开，这个我们就是要把它反方向。需要2个这样子方向的笼子，下面的开口在这边，然后连通道的开口在另外一边，那我们要2个。然后呢，下面的门是靠外侧，连通道的门呢就是靠在内侧。网格啊，一定要丈量好尺寸，刚好有找到这样符合我们猫笼的大小尺寸，到时候做连通道呢，它就不会太大太小，这样的顺畅。那个粗的束带跟细的束带是差在哪里？粗的束带它可能会有荷重的部分，就尽量用粗的会比较好。想要做一些比较细节造型，细的会比较好做。那像我们家的猫是很爱咬的，所以非常的爱咬，它会把细的咬断，可能就是尽量用粗的。接下来就是组装给大家看，我们今天会用细的束带。我们现在这2个绑的位置是要做一个交叉的位置，才会比较紧。先不要绑太死，它可以滑动哦。位置都固定好之后，再把它锁紧。中间的连通道因为它不大，细的束带绑3个位置。接下来其他的地方也是这样子，长的正方形。基本的定型已经完成了，中间的部分呢，我们全部都是用束带去做固定，确定它的位置，再把它全部拉紧。接下来呢，要用到的是粗的束带，仔细的从这里面看到说，我们这边有一个绑成一个像三角形的，在这里三角形增强它的主体结构。粗的束带绑在中间的位置，穿过旁边一格，绑成像三角形这样子，4个边都绑。现在其实就比较不会晃动。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去跟这个连通道做结合。主体结构做结合的时候，靠在上面绑，可以用小的束带绑在十字的方式，它会比较结构会比较强一点。十字结构的位置，绑的位置啊，做一个交叉，绑起来的时候固定到很紧很紧。现在呢，整体的结构已经差不多了，接下来把这些束带绑紧，把它凸出来这些头通通都剪掉。那我们的连通道完成之后，我们就把它的方框框直接推进去，可以直接推到底，或者是你想要留一点点空间，有一点空间做活动，我们会用一个东西，洗衣夹，用洗衣夹去做一个临时的固定，有一点点距离的连通道，可能就是左右各拿一个洗衣夹固定。其实它这样子它就已经固定了，或者说你要把它分开，你就洗衣夹打开就好了。我们可以善用洗衣夹，甚至我还可以用跟我的笼子同色系的洗衣夹，整体的笼子看起来更有一致性。这是如果说你家里空间有限，没有办法让猫咪做一个放养的，用这样子的选择，猫咪可以有比较大的活动空间。我们家的猫咪就是笼子是它的睡觉的地方，它有自己的猫房，这我们家的狗狗也可以进来跟它玩。之后还会再做一个影片，如果说你的预算有限，只能买1个猫笼，但是你又想要给它一个大空间的活动呢，会在下一集影片告诉你怎么做哟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要订阅哟。顺便留言告诉我你想要看什么影片呢？记得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哦。拜拜。